美国防长来了一趟之后，菲律宾成了一艘美国军舰了吗？正当大国对抗棋子儿是何下场，菲律宾是最是清楚啊。几十年前的惨痛教训来不得第二次啊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旭说。大国对抗加剧，不仅是给大国的挑战，那同时也是给周边小国的一次考验。事实证明，美国在挑起美俄或者是美中对抗时惯用的套路，那就是拉拢周边国家卷入对抗漩涡。俄乌冲突当中，美国这一招呢用的是十分顺手啊。而在印太，美国也正在着手拉拢印太国家。这近段时间，菲律宾是变得炙手可热起来。美国防长亲自到访菲律宾，同意向美国开放4个军事基地。而后呢，又有消息传出，称美菲两国计划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巡航。这不难发现，在军事上，美菲的联合姿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。而这样的姿态呀，这引起了菲律宾民众的担忧。其国内某战略研究中心人员刊文就质问了：菲律宾现在成为了一艘美国的军舰了吗？一句简单的质问，已经将作者对美菲军事同盟的立场和态度，那是表现得相当直白。菲律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，正在一步步地沦为美国的对抗棋子儿，这显然是在拿自己的国运开玩笑啊！为了佐证这一点，文章列举了乌克兰危机的例子。在菲律宾看来，乌克兰已经沦为了美俄大国对抗的战场。乌克兰军人正在保卫的不是乌克兰人民，而是美国霸权。那同理，美国如今对菲律宾的投入，其实就是在将菲律宾打造成为美中战场。当然，菲律宾又何尝不清楚美军在国际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呢？这按照我的理解啊，这现在的马克思政府似乎有意在中美之间玩平衡术，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，马克思政府在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之后，又转过头来对中国示好，在军事上倒向美国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菲律宾发展国防实力的野心。但是在经贸上呢，这菲律宾又十分依赖中国市场。最新的消息显示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4国正在争夺中国市场。那可见，菲律宾想要一边跟着美国的对抗战略，一边呢又想获得中国经济发展红利，这种平衡术那显然是不可取的。要知道，长时间保持平衡状态，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更何况，在中国眼里，军事上追随美国，那就等同于彻底倒向美方阵营，不存在所谓的平衡啊。而且，菲律宾其实最清楚，在国与国之间大搞平衡术的下场。2战期间，美国和日本两国在菲律宾互相实施轰炸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菲律宾损失了大约100万人。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菲律宾的安全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赢得对抗的胜利，稳住霸权。这过去如此，现在那更是如此。如果菲律宾执迷不悟，那就是要重蹈几十年的教训，让悲剧再次上演。奉劝马克思政府慎重考虑一下在中美之间的定位，平衡根本不可能，这中立才是出路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